末世降临，高温来袭，我囤积千亿物资，结果恶灵们要入室抢劫，我直接打断他的腿。末世降临，高温来袭，我神仙回到末世前1个月，围墙中一世一家4口遭人惨杀。这一世我一定要让这些恶灵们百倍奉还。就在刚刚，我终于从修仙世界穿越回来了，而且还是回到了末世前1个月。上一世我死后穿越来到了一个修仙世界，成为了一名画符师，在那足足画了9986。我又穿越回来，更惊喜的是，不仅空间技能跟着我回来，空间里面的那些符和大量的灵石也都还在里面。这也太好了！有了这些道具，在面对即将到来的高温，我将无所畏惧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要让这些恶灵们百倍奉还。上一世，我为了保护家里的物资，被捅了10几刀，老婆乔乔被打头破血流，女儿玲玲被撞到墙上，当场昏迷不醒，旺财被烧成了4个彩。强压愤怒后，我来到超市。由于我是一家大型超市的老板，所以并不担心囤不到物资。我给所有的员工放了1个月的假期，还发了2个月半的工资。等众人离开后，我直接使出空间技能，把整间超市价值2000多万的物资全部收进空间里。对了，忘了说，我空间里的容量是无限大的，而且里面的时间是静止的。我不仅不用担心容量问题，更不用担心保值问题。所有东西放进空间里是什么样，放出来就是什么样。即便我把一杯105度的咖啡放进空间里，几年后再放出来，它也是105度。随后我来到仓库，这里存放了数千台家电，其中至少存放着数百台空调。要知道末世之后，整个地球都变成了烤箱，想要生存下去，人们只能待在有空调的家中。所以下一步，我要对我的别墅进行改造加固。我委托了一间装修公司，把别墅的墙壁全部改造成了金属，而窗玻璃换成了超厚的防弹玻璃。但从外面看的话，完全就是一间很普通的别墅。唯一有点另类的是，安装了10多台空调外机，还有10多台太阳能板。而我趁着工人装修的期间也没闲着，到处囤物资，把能想到的物资全部收进空间里。反正我的空间无限大，很快距离末世还有1天，我的别墅终于改造好了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又在4周建起一个灵石驱动的符阵。这样一来，任凭这些恶灵们如何攻击，只要灵石的能量没有耗尽，符阵都无法被破坏。当晚我调好闹钟，第2天一早我准时醒来，立刻就把所有的空调打开，然后来到窗前。9点61分，天空突然出现了9个太阳，一瞬间，外面温度立刻超过了50度，而且还在继续上升。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看新闻吧，这么大的事，肯定会有新闻报道。我假装不知情。很快，官方就正式发布了消息。各位观众好，现在传播一条紧急新闻：今天上午9点61分左右，太阳突然爆发，巨大的能量导致地球整体温度上升了20多度。专家们正在密切观测太阳的动向，据估计，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几天，请大家这几天不要外出。官方会全力以赴保障大家电力、自来水和燃气的供应。几天后，一切就会恢复正常。有关部门将严厉打击这期间造谣传谣的行为，还请广大居民朋友们不要恐慌，不要出门，不要哄抢物资，静静在家中等待。看完新闻后，我叹了口气。如果没有任何物资储备，这时候在家里等待，无疑就是等死。现在外面温度估计已经高达70多度左右了，如果待在房间里没有空调的话，估计几分钟的时间也会中暑身亡。而普通民众想活下去，只有等到夜晚开着有空调的车出去搜索物资。幸亏你今天让我们不要出门，琳琳也没去幼儿园，不然就麻烦了。谁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？面对乔乔的话，我假装庆幸。还有你给家里的墙壁窗子增加保温层，真是太及时了。我只是想着这样比较绿色环保，可以减少碳排放，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随后我打开手机，此时小区群已经炸了。怎么回事呀？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热？说是太阳爆发，特么的太阳爆发是什么鬼？老子昨晚上夜班，正在补觉呢，给活热醒了。我家空调坏了，现在房间里热得快要待不住了，我要出去了。千万别出门，出门会死的。新闻里说外面的温度已经超过50多度了，我感觉至少60度往上，甚至更高。这高温会持续几天啊？谁知道？天气预报说太阳爆发，应该就是一瞬间吧？可能过了今晚就降温吧？热就热呗，不用上班真爽，正好可以待在家里吹空调，可以好好的打手游了。你这手游是不是正经手游啊？说热就热的人真是良心坏透了，知不知道现在好多人中暑倒在外面？大家安静，我是群主，我刚收到了可靠消息，现在如果能待在家里，就绝对不要出门，出门会死人的。重复一遍，出门会死人的。简单看完了群里的消息，我笑了笑。现在大多数人都只是认为这只是一场临时的灾难，殊不知高温不仅会一直持续，而且温度还会越来越高。很快到了下午，我们家吃完午饭后，我又打开手机，此时小区群里的消息又已经99加了。大家静一静，不要再乱传消息了。现在的困难只是暂时的，可能今天晚上过后或者明后天，气温就降下来了。这个说话的人叫张大彪，是某有关部门的一个领导，同时也是幸福小区业委会的成员。小区群的群管理之一，他爸叫张大爷，老婆叫陈丽，还有个儿子叫张涛，家里还请了个保姆。对普通老百姓来说，张大彪这种人讲话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分量。大家暂时不要出门，也不要外出哄抢物资。我们业委会的小群里已经开过了，对小区面临的困难都进行了妥善的安排，请大家安心，一切行动听指挥。张领导，我家里完全没有囤积的，中午就喝了几瓶矿泉水，不出门挺不下去啊。对呀，我们家也完全没准备，一家3口中午就只合着吃了1包泡面。业委会能不能组织一批物资送上门，帮我们挺过这难关啊？就在这时候，张大彪突然艾特我：周老板，你的周氏生鲜里面物资应该准备的很充足吧？
我愣了愣，很快回忆起了上一世的剧情。是的，准备的很充足。业委会商量着准备组建一支小队，等夜晚气温降下来后，到你的店里取一些物资回来分配给大家。当然，我们也不会白拿，会记账的。希望你让店里配合一下业委会的工作。听到张大彪说的，群里顿时热闹了起来，一口一个周老板，对周某各种恭维。好的，我会配合好的。上一世我也是这样回复张大彪的，但是到了晚上之后，组建好的物资小队们发现外面的温度仍然有50多度，于是全部人都打了退堂鼓，而我只好自己一个人冒死开车去了店，忙碌了2个半晚上，拖了10几个大冰柜回家。结果这些恶灵们一次又次的索要，瓜分走了我的物资，最后冲进我家里杀人劫货。上一世发生的事，这一世的我绝不会让他再次发。很快时间到了晚上，张大彪组织好的物资小队果然如我所料，一走到外面，见气温还是这么高，全都打了退堂鼓。而他们各自回家后，张大彪马上艾特我：周老板，你对周氏生鲜比较熟悉，店里应该有货车吧，或者那种冷藏车，就算没有小队，你应该也能想到办法把物资运送回来吧？好的，我想想办法。那就辛苦周老板了，不过这物资我们也不会不给钱，等天凉快了就跟周氏生鲜统一结算。周老板有啥辛苦的？赚大钱的机会呀！就是啊，那3年困在家里的时候，周氏生鲜可是赚了我们不少黑心钱呀，要不然现在能开那么多家分店吗？周氏生鲜赚了那么多钱，应该回馈我们一些才对。这次的物资就不用收钱了吧，反正也是帮他们消化存货，要不然放在店里一样会烂掉，那损失就大了。小区群里顿时议论纷纷，我只是笑了笑，一言不发。你可千万别出门啊，会没命的。我们家有那么多物资，我才不会去冒险呢，除非我们家都吃完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在群里答应他们？哦，给他们一点希望嘛。别啊，这会惹众怒的，到时候他们报复我们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没有人敢报复我们。而且你要相信我，我现在做的每件事都是有原因的，等再过些天你就会明白了。乔乔叹了口气，也不再说什么。时间又过了2个半小时。周老板，物资运送回来了吗？怎么这么久啊？平时我在你店里下单，外卖小哥送过来半小时都不到。周老板，我们整个小区都在等你的物资，不会告诉我们你现在打退堂鼓吧？我笑了笑，走到地下室里，对着几个大冰柜里的物资拍了几张照片，顺手又把几张照片发到了群里，群里瞬间沸腾了起来。我看这么多，好几个冰柜的整鸡、整鸭、整鱼、牛肉，妈的！还有鲑鱼、龙虾、鲍鱼、鱼翅，你这过得也太奢侈了吧！这社会太不公平了，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过得这么奢侈？周老板，我在舞动，我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了，一家5口人饿了一整天了，你送些物资过来好吗？对呀，那么多物资，你们家也吃不完，就算冷藏，放时间长了也会坏，给大家分配一下吧。我是你们周氏生鲜的忠实顾客，你们每次打折活动我都有参加，这种时候你应该把那几袋牛肉送我，不为过吧？这时外面的门铃突然响，我走到客厅，打开对讲可视电话，屏幕里出现的是邻居张大海。谁呀？我明知故问。哇，张大彪啊！哦，大彪哥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你把门开开，让我进去说。啊，不行啊，家里开着空调呢，不能随便开门，开了门，空调的冷气不就跑了吗？哪有那么严重？你快把门打开，我进去立刻关上不就行了吗？有什么事你直说呗，不说清楚，谁知道你大半夜里跑我家来做什么？我有点怕怕。你让我进去啊，我进去和你说啊，快开门。其实张大彪不说，我也知道他打什么坏主意。他过来无非就是想从我这里薅些物资回去，而这事儿当然不能在群里公开说，如果公开说了，其他邻居们不都跑过来薅了吗？所有他私下里来找我，就是打着帮小区居民们分配的名义过来薅，这样就能从我这里薅走一大半部分。小周呀，别怪我没有提前和你打招呼，这次的高温可能持续3天左右的时间就结束了，居民们储备太多的食物根本没有什么意义，而且在灾害时期囤积物资是违法行为，你明白吗？哦，哪条法律规定说灾害时期囤积物资是违法行为？这方面你当然没我懂得多了，而且你家里那么多物资，3天时间指定是吃不完的。我和社区领导、物业、业委会几方面商量合议过之后，决定进行临时征用你家的储备物资，救济那些物资储备不足的家庭。遇到这种天灾，只有大家同舟共济，才能共度难关。今天你帮了大家，以后大家才会帮你。现在居民们对你的意见有多大，我也是好心提醒你。如果你执意囤积物资，天灾过后，不排除我们会安排人员调查你这种违法的囤积行为，其中的后果你可要想清楚。张大彪这番看似苦口婆心的规劝，实则是威胁。哦，你说的我都知道，但今天太晚了，我想睡觉了。小周，你是敬酒不喝罚酒，你现在命令你立刻开门，配合我的工作，不然就是妨碍公务，我可以立刻抓你。你倒是进来抓我！你笨的，真以为我拿你没办法吗？行，你等着吧，你现在不开门的话，后面有你后悔的，到时候别跪着哭着来求我。这下子张大彪也不再遮掩了，撂下狠话，正准备离开时，我突然喊住他：你等一下吗？你要做什么？你不是说有人要跪哭的吗？就在张大彪有些懵逼时，我打开门。哼，还敢威胁我吗？你张大彪想开口骂人，但又怕激怒我。等我回到别墅后，张家人一伙就跑了出来，把张大彪抬回了家里。好在张大海家里还储存有一些药物，目前这情况只能在伤口附上些药，然后再吃些消炎药控制伤势了。但高温天气持续，医院一直停摆的话，张大彪的这条腿……周某，
你居然敢伤我！这事儿我特么的和你没完，老子不弄死你，以后就跟张学友一个姓。随后，张大彪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号码。喂，潘龙啊！此电话正是幸福小区赫赫有名的恶霸三兄弟的大哥潘龙，还有潘东和潘强。三兄弟都很强壮，性格也全都很彪悍，而且也都很爱惹事，一般人根本不敢招惹他们。而他们和张大彪关系非常好，私底下经常在一起聚会。张大彪简单说完他和周谋的经过后，彪哥一直说要什么结果，是打断他的腿，还是要他的狗命？趁着现在夜里凉快，兄弟们出一趟门替你办好就是了。违法的事不能做，看彪哥说的，我们什么时候干过违法的事？违法的事不能做，但还有句话，教法不责众。我虽然很想现在你们就跑去把他家砸了，把他痛揍一顿，但以后不太好善后，所以还是不急于今晚。你们明天先在群里演一出戏比较好，你先这样，再这样，然后这样，最后这样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我手机就弹出很多新信息。简单看完信息后，我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原来是潘家三兄弟在群里艾特他，要求他把家里储备的食物全部拿出，交给张大彪统一分配。这也得到了小区居民们的一致赞同。周老板，你如果今天不给出明确的答复，我们只能晚上到你们去敲窗子了。有愿意跟我们三兄弟一起去的吗？一起去的可以多分一些物资。在潘东和潘强的鼓动下，很快就有一些人答应了加入他。周老板，这是最后通牒，如果你在10分钟内还不明确回复我，就是做你不愿意配合小区的工作，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回复你个坤巴东西也配？小区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。三兄弟在幸福小区横行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人敢公开和他们顶嘴。他们在周氏生鲜多次零元购，店里的员工从来没敢说过半个字。可想而知，在三兄弟眼里，周谋就是个锁。但刚才周谋居然敢骂潘龙是个坤巴东西，敢骂我哥，老子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？马乐隔壁的，你特么的欠揍是吧？正在潜水冷眼旁观的张大彪看到这一幕，也不由得有些愣住。实在没想到周谋居然公开骂潘龙，还骂得那么难听。一家坤巴全都是怂货。三兄弟看到顿时全都彻底爆发，不停的在群里骂周谋。而小区居民们给三兄弟不停的点赞。说了又不敢做，3个软蛋怂包，骂了半天，有本事过来嘎我啊！没本事就怂在家里做缩头乌龟，别在群里丢人现眼。周老板，赶紧磕头赔罪吧，不然麻烦就大了。人狂必有祸，做人别太过。是啊，得罪谁也不能得罪我们幸福小区潘家三雄啊！群里一些居民对周谋各种嘲笑，我笑了笑，再度开口。群里的各位不要误会，我不是故意针对潘家，我是说在座幸福小区所有的村民，你们都是垃圾。这下整个小区群彻底被激怒了。龙哥，这气受不住了，砍了那小塞子，砍了他太便宜他了。先来一段折磨他的直播画面吧。我来搜搜满清十大酷刑是怎么个玩法。然而另一边，潘家三兄弟已经开着车子从停车场出来了，但立刻就感觉到不对劲。在高温之下，小区里滚烫的路面虽然没有真的让轮胎变硬，但却可能让汽车里的空调会失灵。兄弟三人连忙调转车头，又逃回了地下停车场。不得已，潘强只好在群里说：“他喵的，外面实在太热，轮胎都变粘了，白天去不了，只能晚上去了。周谋，你给我等着！”我大笑：“什么潘家三兄弟？我看你们就是潘家3只缩头乌龟吧！”顿时，潘家三兄弟被气坏了。很快，夜晚终于降临，气温慢慢降下去了一些，车队就来到了林哲家门前。这次的行动，小区群里还特别安排了全程网络视频直播。怂了吧，傻了吧？以为别人去不了他家，这下好看了吧？有些人啊，只敢在网络上叫嚣，一回到现实里就怂得跟狗似的。潘家3位大哥，千万别手下留情，好好替我们出一口恶气。随后，潘强按了门铃，但等了许久也没有反应。我数3声，你赶紧开门出来，向大家磕头赔罪认错，贡献出你所有的物资，不然的话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身后的小弟们一阵喷血。3、2个半、1，大家都看到了，不是不给他认错的机会，是他不珍惜这个机会，我们也已经仁至义尽，后面的事就不能怪我们了。搞他，嘎了他的腰。等贵贱，均平复。身后的小弟们各种起哄，见气氛营造的差不多，拿着铁锤的潘强走到窗边，就在他一铁锤，我靠，怎么回事啊？潘东拾起地上的铁锤看了看，然后在窗玻璃上轻轻的敲了敲。靠，这特么的是防弹玻璃吧？怎么可能？谁特么的在家里安装防弹玻璃？这时我走到窗前，再骂老子弄死你！老子冲进去先嘎了你的腰！有本事进来啊！确实窗玻璃是防弹玻璃，不过周谋还在上面贴了一张反弹符，谁打玻璃，玻璃就打谁，用多大力就回多大力。随后几个小弟自告奋勇过来提起谁打，结果和潘东一样反弹到了自己。周总您好，我是江月，周氏生鲜的副经理。哦，嘻嘻嘻，我还是幸福小区的业委会成员，小区群的群管理之一。他们几次讨论把您踢出群，都是被我阻止了。哦 ，What？ 在小区群里，我一直试图阻止他们攻击您、骂您，可没什么人听我的。于是周谋翻看群里消息，确实无意中看到过少量几条劝架的信息，但没注意是谁发的，那就当成是他发的吧。对了，周总，幸福小区除了小区群之外，还另外建了一个小群，小群里只有物业业委会成员、社区工作人员。现在他们把潘氏三兄弟也拉了进去。哦，那你还有事吗？那个小群说是有业委员、物业社区几方人员，其实都是原来幸福小区里的人。他们这2天聚在一起，讨论最多的就是怎么对付您的事情。您想不想看看他们在小群里的聊天截图？在江源看来，周谋孤身一人对抗整个小区，应该会很想知道小区里那些关键成员在
设计什么阴谋诡计对付他，他也好有针对性的进行防御或反制。其实江源想要借这个机会打动周某，让周某把他当成自己人，说不定可以从周某那里骗到不少物资，甚至在天气进一步恶化之后，把他弄进别墅里去住。我发给您看看吧，他们密谋今晚还要再次到你家去搞破坏，可能会对您造成很大的危害，您多多提防一些。随后江源给周某发了几张聊天截图，原来潘家三兄弟回去后，决定凌晨3、4点钟的时候，再次偷摸到周某家附近，用工具敲坏周某家所有的空调外机。现在的酷热天气，别说空调坏掉了，就算空调出故障停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，都有可能出人命。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些？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西西，别把我想那么俗气，我在周氏生鲜干了10年，从周氏生鲜第1家店开业，入职当收银员开始，一直干到现在的企划部副经理。我对周氏生鲜无比忠诚，我当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对付您而无动于衷。以后我还会继续在小群里卧底，只要他们有什么对您不利的事情，我都会提前告诉您。你想在小群里做卧底就做吧，虽然对我意义不大，不过我还是会看情况给你一些奖励。你住在几栋几单元几楼？3栋2单元7楼703。半小时后，3栋2单元7楼楼梯口那里会有1袋面包，你过去取了吧。对江源这种人，我完全无感，同意让他做卧底，做我的狗，给他一点奖赏，只是为了给小区里的复仇游戏增加一点乐子。深夜凌晨2点半，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从张大彪家中走出，他们搬着木梯，拿着专用工具，轻手轻脚的靠近了周家的别墅。负责爬梯子破坏周家空调外机的人姓冯，名叫冯世福，也是幸福小区的居民。末世之前就是个修电器的，经常在小区里帮人维修空调。就在冯世福正要准备破坏周家的空调外机时，等冯世福摔落地后，一同过来的几个人顿时吓得目瞪口呆。哇靠，这得是多高的电压，多大的电流，才能一瞬间把人烧成这样子啊？他们也顾不上帮冯世福收手，就逃回了张大彪的家里。成功了吗？没有，冯世福死了，触电死了。触电死了？那不是修了好多年的空调吗？还会犯这种低级错误？那不是一般的电，应该是高压电，不是超高压，不然不会一下子就把人烧成那样的大火球。空调外机上怎么可能带那么高的电？高压电肯定是周某那畜生故意引到外机上害人的，不然说不过去。对啊，姓周的那狂魔太贱了，居然这样害人，一点公德心都没有。看来想对付那狂魔，还得想别的办法了。我回头该怎么和冯世福的家人说呢？他还有老婆孩子啊！这笔血债要记在那姓周的狂魔头上，私设高压电谋害人命，简直丧尽天良。确实，空调外机上的超高电压确实是周某弄的，但不是普通的电，而是雷电符里的电。只要有人敢靠近触碰邻家的空调外机，就会受到雷电符的攻击。这种雷电符在修仙世界里，重伤1名修士都没问题，这一世杀死一个小小的空调修理工，还不是轻而易举？第二天，周总，听说昨天夜里去破坏您家空调的人被你电死了。我睡觉刚醒，不太清楚。嘻，敢打周总的主意，那就是找死。你找我有事吗？没什么重要的事，我就是想知道周总昨天给我的那袋面包是怎么送过来的。我一直在窗边盯着单元楼口呢，就没看到有人靠近。无人机啊。原来如此，周总玩的东西就是高级。没事了吧？周总，他们又在群里计划下一轮对您家的攻击了，一旦他们商量出什么，我就会第一时间告诉您。好。随后我打开手机，今天小区群里相比以往安静了不少。我简单看了下，原来是小区准备要停电了。在高温末世里，停电意味着什么？所有人心里都非常清楚，特别是制冷用的冰箱和空调，一旦空调停电了，住在高层楼房间瞬间变成烤箱。到了中午，小区果然停电了。不行了，我已经喘不过气了，我快热死了。我中暑了，意识开始模糊了，谁来救救我？别坐着不动啊，赶紧往身上浇水。尼玛，水管里的水都是烫的。停电就停电吧，反正老子家里也没有吃的了，迟早会饿死。现在热死和饿死也没啥区别。也是，停电大家就全都公平了。那些家里储存了好几个大冰柜的，和我们也没什么区别了。那个姓周的，这会儿大概正看着自家的冰柜大哭呢。话题很快就转移到了我这里，我也没让他们失望，立刻发了几张到群里。一张是房顶上太阳能板的照片，一张是家里的空调正常运转的照片，还有一张是他面前餐桌上吃剩的大餐。特么的，家里太冷了。群里顿时沸腾了起来。他妈的，不拉仇恨会死啊！如果电还不来，老子拼着晒死也要跑到他家砸了他家的太阳能板。潘家的几位英雄呢？怎么还不弄死他？这人太讨厌了。这是我手机响。我被谁划不过，从来也不觉得错。是江源打过来的。周总，小区停电了。我知道了。停电了，小区居民们都会死的。哎呦，好惨好惨啊！我也会死的。周总，看在我帮了你那么多的面子上，能不能让我住进你家别墅里去？我手脚麻利，很会做家务，而且吃的也不多。我考虑吧。要考虑多久啊？考虑时间太长，我可等不了啊！小区大群里我都在帮你说话，小群里有动静我也随时向你汇报。我真的帮了你太多了。我让你帮我了吗？可是我确实帮你啦，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，让我住进你家的别墅？就算我是一只狗，我也是一只对你有用的狗啊！有用？如果电停了，他们都死光了，你对我还有什么用？
小群里已经商量好了，他们今晚要组团去砸你家楼顶的太阳能板，现在已经聚集起了50多人的队伍了。希望他们能活到今晚。哎，希望小区的电力能尽快恢复。原来你还是有善良的一面。小区里的居民们死太快就不好玩了。或许是我的善良感动了上天，就在电话挂断后不久，小区里的电力还真的就恢复了。小区居民们在生死线上走了一遭，此时全都喜极而泣。虽然这次停电只持续了短不到半个小时，但还是有一些身体不好的老人遭遇了病。周总，虽然来电了，但他们今晚去砸你家太阳能板的行动并没有取消。你家的太阳能板在楼顶，没有任何防护，估计一砸就烂，你可要提前做些防备。知道了。哎，我家里没有食物了，昨天的那袋面包吃光了。其实情况没有他说的那么糟，他家里还有一些储备，但他还是想尽力多争取到一些食物，能多撑一天是一天。老地方，半小时后5包泡面自己去拿。说完后，我便挂了电话，随后从仓库里找出5包泡面，又从空间里拿出一只传送符。3栋2单元7楼703。另一边，江源连忙来到自家大门边，通过窗口向楼梯口看着，想知道周某是怎么把泡面送过来的。时间过去了半小时，他连忙走出家门，来到楼梯口附近。然而5包泡面已经静静地躺在那里了。拿到泡面回家后，他左思右想，实在是想不出来周某是怎么送过来的。算了，我还是不要试图探究他的秘密了，知道的越多，死得越快。我当好他的狗就行了，只要他愿意给狗粮，我就一直替他当狗。凌晨2点半，张大彪家集合了大概有几十多人，他们准备了大量的石块、水泥块、马尿瓶。随后，他们来到周某家门口10几米外的地方，对着周某家各种叫嚣谩骂，每个人手中拿着一块东西，随着一声令下，纷纷投掷出手中的投掷物，砸向周某家房顶的太阳能板。只听到一阵哗啦啦的脆响，被砸中的太阳能板瞬间碎裂，人群中爆发出阵阵的欢呼声。而没有到场的人在群里看着这幅场景，也顿时热闹了起来。周某家的太阳能板被砸了，如果明天再停电，看他还怎么秀优越感。我多希望明天还能再停电，宁可我不好过，也不让他好过。没有人知道，他们看到的太阳能板碎裂，手机拍下的太阳能板碎裂的画面，其实全都是周某布下的换阵的效果。真正的太阳能板却被扶正保护得很好。这没有了太阳能板，一旦外面停电，你那别墅估计就变得和烤箱没区别了，修得再坚固也没用啊。对了，听说你们那边今天白天还停了电，好可怕啊！周总，我很早就说了他们会去砸您家太阳能板，但为什么您还是不做任何防护呢？砸成现在这个样子，真是让人心疼。他们那些人实在是太坏了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劝你悬崖勒马，浪子回头，赶紧把家里的物资拿出来分给大家，请求大家的原谅，不然后面就不只是砸了你家太阳能板那么简单了。看着群里也非常热闹，大家都非常期待周某能在群里说几句什么，比如现在的心情感悟之类的。我只是笑了笑。多大个事啊？不就是太阳能板吗？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用机械臂换新的板子就是了。有本事再过来砸啊！怂货们千万别怂。众人看到周某的回复，还有那些照片，群里的居民们不由得吐血。但这些人不信，于是又跑到我的别墅，果然太阳能板又安装好了。刚才他们全都白忙了呀！众人气坏了，一怒之下，纷纷在小区里到处寻找石头、砖块，全都扔周家楼顶上去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台投石机缓缓驶出来。这台投石机是我用乾坤袋从修仙世界里带过来的。众人马上意识到不妙，纷纷都想要逃，不过为时晚了。石头、水泥块、马尿瓶扎向众人所在的地方，铺天盖地飞了。贴了精准符之后，石头、水泥块速度极快，范围攻击雨露均沾。顷刻间，开团的30多号人头破血流，惨叫连连，全体丧失战斗力，如丧家之犬一般，仓皇逃回了张大彪家中。看到如此惨烈的场景，不忍心的我只好又在群里说。一群怂货，小区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，也没有人吹呼了，也没有人发放鞭炮庆祝的表情了。此时张大彪家一屋子的声音，尼玛不讲武德，老子们赤膊上阵，他个逼崽子居然用投石机。后半夜之后，整个小区里变得无比安静。我放了好几张鹰眼符出去侦查，确信了经过刚才那一轮大战之后，所有人都休息了。真无聊啊，还没玩够呢。是不是我这次下手太狠了，吓住了他们？看来下次下手要轻一些，不然就没有人陪我玩了。末世的第4天，小区群里无比热闹。先前小区居民们都还指望着这天气在3天之后能转凉，所以不管条件再艰苦，他们都极力忍耐着。今晚组织小队外出寻找食物、药品以及各种补给物资，请志愿者报名。凡是参与外出寻找食物、药品和补给物资的小区居民，都可以获得优先分配的资格。报名的人有很多，毕竟现在已经到了不出去寻找食物就会饿肚子，甚至饿死的地步，已经由不得他们不去。到了下午，江源打来的电话。小群里本来讨论的是外出寻找物资的事情，但后来不知怎么的，又讨论到了周总您的身上，他们更改了计划，今晚不外出寻找物资了，而是继续进攻您家的别墅。随后，江源并把小群里的聊天截图发给了我。看完截图后，我很快就明白了张大彪他们今晚准备怎么。原来张大彪、潘龙等人不知从哪搞来了一台重型卡车，他们准备用石头压住卡车的油门，直接撞烂我别墅的墙壁，然后他们就可以一涌而上冲入我家，把我家洗劫一空了。不得不说，这些人确实变聪明了。如果换了普通的别墅外墙，根本经不住改装后这种车子的撞击，墙面肯定会被撞开。不过很可惜，我的别墅可是有符阵的保护的。随后我从空间拿出几张鹰眼符放上天空。现在整个小区里的情况我已经了如指掌。直到凌晨2点半，张大彪等人聚集距离别墅300
晨2点半，张大彪等人开着卡车聚集在距离我的别墅300多米开外，而我的鹰眼蝠就在众人上空。我走出门口，观察四周无人后，从空间取出了一辆运送货物的大货车。这是一辆40吨载重的超大货车，无论车头还是车身都比起一般的货车高出一拳。紧接着，我又把一张增重服务贴在货车的油门上，一瞬间，大货车的发动机发出一阵怒吼，并迅速加起速度，猛地向张大彪众人冲去。在黑暗中，犹如一头疯狂的巨兽。等张大彪等人反应过来，大货车已经冲到了他们的面前了。众人见状，连忙四处逃跑，但不少人摔倒到地。由于大直接就把张大彪众人的卡车撞飞，而那几个摔倒到地的全部都被货车压成了肉饼，现场无比惨烈，鬼哭狼嚎，犹如人间地狱一般。张大彪和潘龙等人跑得比较快，才幸运逃过了一劫。我宣布今晚的行动取消，大家各自回家从长再议，我先告辞了。然后就跑了。等众人都走后，我幸灾乐祸地来到车祸现场，然后拿出手机拍下了这惨烈的一幕，随手就发到了小区群里。群里的人看到照片后，顿时就炸了。那些被压成肉饼的家属们个个哭天喊地，对我各种诅咒和辱骂。哦，只许你们可以开车撞我的家，就不许我开车撞你们的车子了。其中一个中年妇女骂我骂得特别凶，她叫蒋亚兰，因为家里没有食物了，她老公就参与了今晚的卡车行动。出门的时候，她老公说今晚一定能从我家抢到食物回来。然而她没等到好消息，等来的是她老公的死讯。骂着骂着，蒋亚兰居然想起自己的儿子和我的女儿是同学，于是从幼儿园班群里找到了玲玲的照片，然后发到小区群里，集中辱骂玲玲。你死定了，你不可能见到明天的太阳了。随后我从空间里拿出一只烤鸡，随手拍了照片发到群里。计时2分半钟，2分半钟内谁骂这个女人最凶最难听，条数最多，这只鸡就归谁。骂完报地址，3分钟内就有无人机送货到家。大家别信他的，他骗你们的，他就是想让我们内斗。你以为大家傻啊？会为一只鸡骂我，真是异想天开。然而打脸的事发生了。蒋亚兰，你这个 SB 大 SB。骂蒋亚兰的人名叫朱翔，和蒋亚兰认识。朱翔在生活中很俗，但网络上却十分刚。蒋亚兰，你可不要怪我，我现在一家人饿得两眼发昏，我先把烤鸡想到手，大不了事后再向你道声歉就是了。不得不说，朱翔在群里骂人还是很有一套，连猪炮一般刷屏，完全不给其他人卷进来竞争的机会。烤鸡是你的了，报出你的住址，3分钟内无人机送货到你家。收到烤鸡之后，把你和烤鸡发个合影照片到群里来，我还有后续的任务给你。说完，我就把传送符贴到烤鸡上。2分半钟过去，你个傻逼，就等着被骗被耍吧。物资那么紧缺，他怎么可能把食物送人呢？烤鸡已经送到你门口了，你自己开门拿。看到我的信息后，朱翔立刻走到门口，一打开门就看到一只烤鸡躺在地上。就在众人等着看朱翔的笑话时，群里朱翔发了一个视频，视频里他抱着烤鸡笑得合不拢嘴。没想到是真的，周老板大气，谢谢周老板，周老板简直就是我的观音菩萨。群里众人看到这，顿时都傻眼。我靠，不就是骂几句人吗？当时我真的应该抢着试试的。这么肥美的烤鸡就这么轻松的被朱翔给拿了，悔恨啊！接下来你的任务是再拍一段视频，为先前骂我的事情道歉，然后自赏10个耳光，学10声狗叫，并承诺以后当我忠实的狗。这5袋方便面就是你的了，然后每天努力做一条好狗，我每天都会给你发狗粮，让你不至于饿死。哇靠，这也太侮辱人！朱翔，你要有点志气啊，别为了一口吃的连脸皮都不要了。我马上拍视频，林老板，以后我就是您最忠实的狗。朱翔发完视频后，我也履行我的承诺，把方便面还送了过去。朱翔拿到方便面，激动的又学了几声狗叫。而另一边的蒋亚兰看到这一幕，气得差点哭泣，对着朱翔就大骂了起来。不得不说，朱翔骂起人来真是1等1的高手。蒋亚兰骂一句，他回3句。就在两人骂得起劲的时候，我又发了一张照片到群里。这里是10斤顶级牛肉，悬赏任务是嘎了蒋亚兰，然后拍摄整段视频发到群里，能完成任务的还可以另外奖励给我当狗的资格。这下蒋亚兰彻底傻了，在末世之下，人们为一块面包都会铤而走险，更别说10斤顶级牛肉了。你们别乱来，现在还是法治社会，不要被周某骗了。张领导说的对，你们别乱来啊，当然要负法律责任的。这任务老子接了。令所有人都震惊的是，跟我有仇的潘龙竟然接了任务。得知潘龙接了任务，而蒋亚兰也开始怕，如果是别人说要嘎他或许还不会这么害怕，但潘龙说就不一样了。潘龙的手段毒辣在幸福小区是出了名。潘大兄弟，我是你亚兰姐呀，我还请你吃过饭啊，你不会不记得我了吧？潘龙乡里乡亲的，大家要一致对外，你别乱来。蒋亚兰，不干你也行，不过你能给我10斤牛肉吗？潘大兄弟，我家里的冰箱早就空了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，怎么可能有10斤牛肉呢？就是因为全家饿肚子，我老公才会参加你们车队然后惨死的啊！你可千万别信那个姓周的话，他骗人呢，他根本不舍得把10斤牛肉拿出来给你的。牛肉我还有几百斤，悬赏不限任何人完成，谁干掉蒋亚兰，这10斤牛肉就是谁的，以后每天都还可以领到狗粮。为了众人相信我，我又拍了一张大冰柜的照片发到群里，冰柜里满满当当的全都是牛肉。林老板，我可以找其他人合伙做这个任务。
任务吗？朱霞，你现在是我的狗，所以你要叫我主人。对不起，主人，我可以找人合伙做这个任务吗？可以，你们自己约定好分配方案就行。朱翔，你真不是人，为了点吃的，连脸都不要了。这世上怎么有这么厚颜无耻之人？我确实不是人，我是一条狗，一条主人的好狗。要脸有用吗？脸能当饭吃吗？好死不如赖活着，命不比脸更重要。你们谁愿意和我合作？干了它就有牛肉拿，我保证主人一定会兑现的。你想死是不是？这任务老子接了，正准备出门，谁敢抢毛子先嘎了谁。我不是怕龙哥你不接吗？既然龙哥你接了，我当然不敢插手。还有这两人是来真的，蒋亚兰彻底怕了，连忙向我求饶。周老板，我对不起你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骂你，更不该骂玲玲，求你饶了我吧，我老公死了，求你大人大量，可怜可怜我们孤儿寡母好吗？我给你跪下磕头了。呵呵，你老公结伙准备撞我家的房子，杀我一家的时候，可否想过要可怜可怜